经济不景气，加上不菲的油价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使得消费者对油电混合这种车型的需求大大增加。人们在感恩于 Hybrid 这款技术的普及所带来的诸多优点之外呢，也在抱怨 Hybrid 车型的动力还有驾驶乐趣方面的欠缺。鉴于此，本田推出了我们今天将要为您介绍的这一款 CRZ。轴距只有96英寸，那整台车的重量呢也不过才有2600多磅，那么是一台十足的小型车。我们看到外形上的颇具棱角的前脸，还有整个向后逐渐拉升的这个侧面的轮廓呢，都体现了设计上的运动感。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前面弧度非常大的这个挡风玻璃和侧面的车窗呢形成了一体，充满了流线感。在驾驶的时候呢，对于降低风阻还有风噪都有很大的好处。本田采用的是一款呢发动机为主、动力机为辅的一套发动机系统。那本田将其称为IMA， 也就是 Integrated Motor Assist 混合动力系统，配备了6速的 CVT 变速箱，前轮驱动，发动机排量为 1.5 升，最大输出122匹马力，最大扭矩为128磅尺。CRZ 在油耗方面呢，比同等动力的车型呢要节省至少20%的油量。那么在城市和高速分别为35和39 miles per gallon。CRZ 整个的内饰设计呢，处处体现了以驾驶者为中心的这个设计理念。那整个的内饰呢，体现出了一种科技感。那么前面这个大大的彩色的立体的仪表盘呢，也是整个内饰的一个点睛之笔。那么它的方向盘上面的按键呢，罗列的也非常清晰，方便我们使用。那左侧的是音响控制，还有左下方的这个蓝牙控制，还有接听电话。右侧的是巡航定位。我们再来看一看 CRZ 的这个中控台的这个设计的系统。左边呢是空调系统，还有中间呢是它的 Navigation 导航系统。同时呢，它的 Navigation 导航系统呢还配备了这个 DVD 的播放器。来供我们驾驶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娱乐的功能。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方向盘的左侧呢，在整个车子最左侧有3种的不同驾驶模式。第一种呢是运动模式，第二种呢是正常模式，第3种呢就是它的环保模式，也就是我们统称的这个最省油的一种驾驶模式。作为一部跑车来讲的话呢 ，CRZ 的内部的这个前排空间呢还是比较充裕的。那么我的身高是6尺3，但是坐在前排呢，却丝毫感觉不出狭窄的感觉。它的腿部活动空间是足够的充裕。还有我的肩膀的活动空间以及头顶的空间呢，就是都会使一个驾驶者在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感觉到拥挤。我们再来看看它可怜的非常拥挤的后排座椅。那基本上呢，只能放一些简单的物品，像公文包啊，还有笔记本电脑啊，甚至连放一个 car seat， 就小孩子 baby seat 都要有一点拥挤。它在内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点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安全带的收拉是比较麻烦的，才能拉到前面来。那么在这方面呢，设计还可以更加的人性化。好，我们现在看看它的整个在车内驾驶时的这个视线感觉。我觉得在前车窗还有两侧的车窗，由于这个玻璃的面积都很大，所以视线是非常的宽敞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后边的车窗，设计的是非常巧妙的一点，我认为，因为在倒车的时候呢，由于后备箱的这个窗户是垂直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车子和后边的障碍物的距离到底有多少。我们看看 CRZ 车内的储物空间到底有多大。那么这里边暗藏的一个格子，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放一副太阳眼镜，不成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下边这隐藏的非常好的，一般人都不会轻易看到这个有一个小的夹子，我想放一个钱包是不成问题，差不多尺寸。那在这个小匣子上边呢，还有一个暗藏的一个小格。如果你有什么非常这个重要的小东西呢，可以藏到里边，一般人应该看不到。我们在开长途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需要把手臂放在中间的这个储藏匣，可以来休息手臂呢，里边又有一些储藏的空间。但是这款车呢就没有配备那个，所以是有一点点小损失。但是在后边呢，它却加了一个第3个 cup holder， 所以我们整个的 CRZ 里边呢是可以放3个水杯。介绍完了车内的空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款 CRZ 的后备箱到底有多大。我在想，对于一款小型的跑车来讲的话，它的后备箱确实是还算比较充裕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
我们如果日常出游的话呢，放几件小型的行李是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夏天要和好朋友一起去打高尔夫球，或者冬天去滑雪的话，我们需要 carry 很多的这个器具，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过我们幸好可以把第2排的座椅可以放平，我们来试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放一整套的 golf club 器具在里边，看来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如果在我们乘坐飞机的时候呢，里边要放3到4个小的行李箱，应该也是不成问题的。CRZ 这款车采用了 CVT 无级变速，日常的传动呢非常的平顺。那么在起步加速的时候呢，因为有电机助力，所以呢，像一些发生在一些小排量的像这个动力传送的比较迟缓的现象呢，在 CRZ 上并没有出现。方向盘的控制力很好，易掌控。那么在平常的转弯的时候，甚至是急转弯的时候，也并不会让我感觉到车子会失控，而导致有不安全的感觉。那么在平时的正常驾驶模式以及环保驾驶模式当中呢，并不会因为它的省油模式而牺牲了汽车在加速时候的迅速感。那么当我们打开这个运动的驾驶模式的时候呢，会发现它的发动机产生的轰鸣声比较明显，但是车子的马力却并没有感觉到增加多少。那么当全力加速到50迈的时速以上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车子的后劲儿有一点平庸。总的来说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不超过60迈的时速的范围之内，采用正常的驾驶模式是 CRZ 的表现。而我也认为大城市才是 CRZ 施展的舞台。采用混合动力系统的本田 CRZ 呢，是一款非常另类的跑车。它的主要用途呢是在于城市的驾驶。那么和同类型的汽车相比呢，它是一款非常环保的车子，并且可以提供您相当程度上的操纵起来的驾驶感和乐趣。19600块钱的售价虽然不菲，但是我相信它充满竞争力的油耗方面，可以帮您在日后慢慢的把油钱都省回来。